Rider ATH 频道从2018年成立至今也有6年的时间了。每年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很多很优秀的车款，包括一些试驾活动啊，还有很多新车的 review， 我们都有在我们的频道不断的 upload。那么多车，要怎样选择一台更加适合自己的车？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我们也常常会有收到很多 email message，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很适合大家用心看完，因为今天这一部影片就是我们的 Rider ATH Car of the Year 2024 Award。欢迎回来 Rider， 欢迎回来 Rider ATH。Sedan 车型在马来西亚公路上，它的占有率是非常的高啊，所以一台好的 Sedan 呢，对于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讲真的很重要，尤其是一些刚刚想要买第一台 Sedan 车型的朋友啊。Sedan 车在马来西亚千变万化，当然刚才大家看到的马赛蒂，我们不会让它入围，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主题要讲的就是15万马币以下的所有 category， 包括 Sedan， 包括 MPV、SUV 等等车型。那我身后这一台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卖的也非常好的一款 B segment sedan。我们之前也是有做过非常详细的讲解哦。这台车我开过，非常的好开。当然小 sedan 也是有很多款，价钱也很合理。但是以目前来看，主被动安全配备不是那么的够。最主要我觉得 ACC 一定要有啦。我们来看一下我之前的那一台 B segment sedan， 我会买的车啊，通常都不差啦。所以如果是我会买的车，就有机会得奖吗？这个不确定啊。但是我确实很喜欢我之前买过的那一台 B segment sedan， 它整台车很稳定，没有让我头痛，而且卖出去的时候啊，这一些车它的二手价格肯定是会很好。也不是讲会赚钱啊，卖车是不可能赚钱的，但是它的保值率呢会比较高，你不需要有太多的亏损，所以你在买下一台车的时候，可能你就有更多的资金投放去头期啊，还是什么之类的。那我之前的那一台 B segment sedan， 我个人真的很喜欢哦。那一台车它原厂来就有很舒服的皮革椅子，有很好握的一个 steering 方向盘，有 pedal shifter， 但是它的这个 CVT 确实不是那么的好啦。我觉得动力方面真的不是很够用啊。我觉得 sedan 这种车型没有动力就有点说不过去啦。动力表现方面呢，一定要讲涡轮增压机吗？涡轮增压的动力表现肯定是比自然进气来的更加的强啊。那我身边这一台就是一个典型的涡轮增压引擎车型，而且它是马来西亚唯一一款 B segment 却有涡轮增压引擎的车型。这台车呢，搭载的是一个3缸涡轮增压引擎，然后还有一个7速的湿式变速箱哦。这个 dual clutch 的变速箱呢，在换挡的时候，它的逻辑分明。然后这一台车呢，我们曾经也把它开到马来西亚雪邦赛道做测试哦。所以不仅是对它的引擎动力表现很满意，整台车的 chassis 整个车的操作 ride and handling 表现都非常的高分。所以这台 Proton S70 呢，集结了那么多的优点，它只用 B segment 的价钱，却卖你同级车款没有的 features 还有动力表现。所以我觉得动力表现又有，安全系数又高，在主被动安全配备方面又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们 Rider ATH 在讨论过后，决定将我们的 Best Sedan of the Year 颁发给 Proton 的 S70。恭喜 Proton S70 成为 Rider ATH Editor Choice Best Sedan of the Years。Rider ATH Editor Choice Car of the Year 其中一个 category 就是马来西亚算是一个主流车型，就是 SUV 车型。讲到 SUV 啊，我个人心目中有一个很喜欢的车型，就是 Proton 的这一台 X70。如果没有 Proton 的 X70，就没有 Rider ATH 这一个频道。那这台车呢，曾经也是有长时间的驾驶过，也有用过它蛮长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面，
它真的带我算是可以讲翻山越岭了。虽然讲它没有 all-wheel drive， 但是很多比较烂的路，马来西亚一些小的淹水，它都可以顺利通过。因为 SUV 这种车型呢，对我来讲，它的穿越力一定要有，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整个空间感要很好，动力表现要很强劲。这一台车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Interior design 对我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啦。马来西亚在同样一个价位，其实有非常多的 SUV 可以选择哦。有些呢却有很大的空间感，有些却比较普通一点点，而且整个 design 是有一点老旧啦。所以马来西亚人呢，很多都喜欢找一些比较新颖的外表，看起来更加帅气、更加年轻，而且如果还符合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all-wheel drive 功能的话，那我相信那台车应该会是一个大家都很想要的一台 SUV 车型。那 all-wheel drive system 呢，这个东西在马来西亚都市型 SUV 上面其实真的不太常见，但是马来西亚有一款新进的汽车品牌，它非常创新的，一开始打进马来西亚市场就带给我们大家一台 Premium Off-Road SUV。听到 Premium Off-Road SUV 就知道了啦，这台车它是有 all-wheel drive system， 而且这一台车它的动力表现会比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一些车款呢来得更加的强劲，而且它是一个4缸车，加上涡轮增压引擎，搭配一个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而且它的内饰啊真的是非常的好看，设计很简洁、高贵、大方。而且之前我们也把这台 J-Cool J7 一个大块头 C segment 的 SUV 开到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做测试哦。这台车我们真的是没有再跟它客气的，每一个入弯前我们都是重脚刹车，每一个出弯后我们都是一脚油门踩到底。当然 SUV 方面啊，我哥哥就买了一辆很帅的 SUV， 又大辆又帅啊。这一台 SUV 我自己个人也是很喜欢，它的整个动力总成啊，跟我的 Honda Civic 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它的 ACC 自动跟车超级无敌好用。但是这一台 SUV 的价格，最便宜的版本都要15万以上，没办法加入这个战局，真的有点可惜啊。Rider ATH Editor Choice Best SUV of the Year 2024，当然是要选一台外观非常好看 ，Interior 非常前卫、新颖也很美，非常重要的 All-Wheel Drive System。就是我身边这一台 J-Cool J7， 它不仅有 all-wheel drive 可以选择，如果你不想要 all-wheel drive， 你也可以选择 two-wheel drive。那这台车呢，它的引擎动力呢也是非常的强劲，搭配一个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啊。之前我们就有把这一台 SUV 开进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做测试，不仅动力强劲，操作起来也不太像一台很bulky的 SUV， 驾起来手感，它的 ride and handling 也是非常的赞哦。所以恭喜 J-Cool J7 荣获 Rider ATH Editor Choice Best SUV of the Year 2024。为什么没有讲性能车呢？这个东西在马来西亚不是主流。我们来讲一个主流的 Rider ATH 的 Car of the Year， 一定也要有 Best MPV of the Year。MPV 这种车型呢，可以承载一家大小的欢乐啊，就是把你的家里人可以载7个出门，可以载一家人出门旅游。所以这种 MPV 车型啊，对我来讲，在马来西亚的实用性还有它的地位非常的高。当然 MPV 很多人都会想到 Alphard Wildfire 啦，不过 Alphard Wildfire 已经 over 我们的 budget 了。MPV 市场在马来西亚还有一款车也是长得非常的帅气啊，最近刚刚 facelift， 它的整个车头很好看，很有那种侵略性，很帅。这台车在印尼卖到非常的好，我觉得这辆车作为一个 MPV 啦，它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定位就有一点点奇怪啊，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价格跟它给到的一些配置，好像有一点点不成正比哦。109千的价格买到这一台车呢，你买了什么东西？买到2颗 airbag， 然后没有 ACC 自动跟车，而且一个1500cc NA 自然进气引擎，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力不从心，毕竟它是要承载7个人呢。如果是涡轮增压机的话，那个动力表现应该会更加的好。这一台就是一个空间大王啊，价钱又在15万以下就可以买到了。
然后这一台车的后座表现，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然后很多人会讲这辆车是一个 SUV， 它不是 MPV， 但是对我来讲，它就是 MPV， 因为它可以坐7个人 multi-purpose vehicle， 然后它又有非常强劲的动力，涡轮增压引擎，又是一个 hybrid 啊。虽然这个 hybrid 48V 的 hybrid 不是一个很正统的 hybrid 啦，会把油耗打下来少许。不过我有看过很多论坛啊，看过很多在这个车主群里面看过很多人的 comment， 就是讲这台车其实还蛮耗油的。但是这个东西是你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怎么可能呢？那有没有车你又要马儿跑又不用给它吃草呢？其实是有的。那其实我从第一次拍到那一台车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有数了啦，想要把这一个我们 Rider ATH Editor Choice 的 MPV of the Year 颁给他。那台车会是什么车呢？我们等下拭目以待。这一台 MPV 确实是动力表现又有，因为它是电动车。电动车呢，它的马达在输出动力的时候啊，就比较直接。那这台 MPV 呢，是一个家庭式的 MPV， 它不会很大台，可是，在主被动安全配备方面却给到非常的充足。ACC 自动跟车啊、airbag 啊等等这些安全系数的东西都有给够啊，而且它还是一台7人车。除此之外，它还有每个位置独立的冷气出风口，而且马来西亚塞车多，在塞车的情况下，电动车是比燃油车来得更加 efficient， 它更加的省电。那我身边这一台 BYD 的 M6 呢，是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观察马来西亚汽车市场，尤其是 MPV 这个 category 里面啊，性价比最高的一台 MPV。所以经过非常严谨的团队内部讨论过后啊，我们决定把今年2024年的 Rider ATH Editor Choice Best MPV of the Year 颁奖给这一台 BYD M6。BYD M6 这一台车呢，确实是一台非常好的 MPV。EV 在全球已经非常成熟，而且 BYD 的 EV 已经是成熟到另外一个阶段，已经是 next level 了。相信一直有在跟进这些汽车新闻时事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比亚迪的车款，包括这一台 BYD 的 M6， 搭载的是一个刀片电池，它在刺穿或者遇到碰撞的时候，它的这个燃烧可能性会比起一般的普通电池来得更加的低。再次恭喜 BYD M6 荣获我们 Rider ATH Editor Choice 的 Best MPV of the Year。自古以来啊，人都是用人力或者用一些动物的力气啊，来帮助到我们做一些通勤啊、拉货啊、耕田啊等等的东西。那牛就是一个从古时候到现在都还有人在使用的哦，它走掉了。那拉货的话，一般上我们的 Sedan、MPV、SUV 就不太适合了。最适合拉货的车就是 Pickup Truck， 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 Rider ATH Pickup Truck of the Year 2024年。当然，我身边这一台 Mitsubishi 最新大改款的 Triton 呢，真的长到太帅了，我很喜欢这一台车的外观，整个车头 design 就是很凶、很霸气。一台 4x4 Pickup Truck， 它不仅要有很好的全地形适应能力，像这台车呢，它的离地间隙也是很高，它的 Interior Design 也非常的好看，看起来就不像那些萝莉这样啦哦。然后整个 Dashboard 的设计理念是属于那种比较平整方正的，然后上面全部都是 Hard Plastic。像这一台 Triton 呢，它的载货能力也是很强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很巨大的斗，看这一台车的车斗啊，非常的巨大。所以真的是可以载很多的东西啊！除了承载这个货物的能力啊，当然很多人考量买一台 Pickup Truck 啊，最主要的就是二手价格啊。当然，马来西亚人买车啊，非常注重的东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二手价。二手价这个东西对很多人来讲很重要，因为当你在下一次换车的时候，在卖车的时候，你有更好的二手价的话，你可能可以拿回一些钱来放新车的头期。所以 Pickup Truck 也是一样，二手价比较高的 Pickup Truck
当然也是马来西亚让它大卖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们要讲的东西不是讲好卖，就是等于那台车我们喜欢，因为这个是 Rider ATH Editor Choice Pickup Truck of the Year， 所以我们喜欢一台车，讲究的东西是很多元化，包括整个乘驾体验、驾驶体验，它的价值跟它的价钱成不成正比啊？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很期待 Pickup Truck of the Year 得奖者会是谁呢？这一个奖项我们已经讨论出了一个结果，也将它放在信封里面了啦。就是这一台，我个人非常喜欢，然后也陪伴我在 Borneo Safari 断网8天，然后经历了非常险峻、非常严峻的 Off-road 体验的 Isuzu D-Max。相信很多人都会很好奇，为什么我会颁奖给这一台 Isuzu D-Max 1.9 Premium 4x4 呢？因为这一台车啊，我觉得它是目前马来西亚 4x4 Pickup Truck 里面最适合马来西亚人拥有的。毕竟，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马来西亚的柴油价格已经起价了，现在1公升要3块多，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再增加它的这个数目啊？我觉得省油就非常重要。我们团队用了这台车1-2个星期，每一桶油几乎都可以走到接近1000公里，而且是在经历了塞车啦，经历了走 highway， 经历了在城市走动，再来就是整台车，不管是在外观还是 interior 方面，我个人都非常喜欢。我们在几个月前呢，就把它开进了沙巴州的 Borneo Safari 2024，那一台车是一个 single cab， 但是它的引擎也是1900cc，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体验到的就是1900cc。只是一个数字，你们大家不要被这个数字蒙骗。这个1900cc 的 engine 啊，可以爆发出150 PS， 还有350的 Nm torque 啊。这个引擎呢，我们也是有在 Borneo Safari 里面实测过。那一台 Single Cab 呢，它的动力总成跟这一台是一模一样，只不过那台是一个手排版本，这是一个 Auto 自排版本，更加适合我们马来西亚城市使用啦。而且这一台1900cc 的4x4 Premium 版本的 D-Max 呢，也具备 Rough Terrain Mode 这个功能不只是在 X Terrain 上面有罢了哦，而且 Rear Differential Lock 也是具备的。相同的800mm 的涉水深度在这台车也是一模一样具备的哦。你们一定要去体验这一台车，感受它的动力，感受它在马路上行驶，还有它在 Off-road 行驶的时候带给你的那种愉悦感，那种开心的感觉。看完我们今天的 Rider 2024年 Car of the Year Awards 过后呢，你们心里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都可以在留言区打上来。当然 Malaysia 越来越多很好、很优秀的车不断的涌进 Malaysia， 那我们也希望在2025年的时候，可以有更多、更好、更有性价比的产品来到马来西亚，加入这一个战局。让它卷起来，那卷起来最后的赢家是谁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啦。2025年我们 Rider ATH 频道将会有新方向哦。其实那个新方向已经在2024年中后期开始在慢慢的进行了，包括我们有自己的网站 www.riderath.com， 我们有小红书。也是 Rider ATH 同名，还有我们的 TikTok 也即将上线。接下来我们在2025年还会有一台 Project Car， 每年 Rider ATH 都会有一款 Project Car， 这样2025年会是什么 Project Car 呢？大家继续期待，记得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小铃铛要点开。我们2025年再见 ，Goodbye。